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很高兴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产业分析的课程。那我们第一个要分析的产业是什么呢？是钢铁业。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选钢铁业呢？讲起钢铁业这个产业呢，有些人把它分到原物料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上游是包括了煤、铁矿砂这些产业，那所以大家就把它分到原物料类。但是以我们国内的钢铁业来看的话，它的需求有60%是用在内销上面，然后4%用外销。那个内销部分大部分又是以内需产业为主，所以说你可以说钢铁产业它的上游是原物料业，下游就跨到内需产业，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产业。所以在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为期1个月特别挑钢铁产业。那你一定会讲说目前我在录制的期间比较早，目前整个包括了铁矿砂的价格，还有中钢的厂盘价都是往下挫。那大概最惨的就是这时候，差不多就是第3季的时候。那我们录制之后，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大概就是第3季底到第4季的时候。那经过我们的研判的话，在这个地方钢铁产业从今年第4季开始的话，会有一个转机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先特别录制钢铁产业。好，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切一下图卡。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钢铁产业。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哈，今天是初级班第1集的钢铁产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是初级班，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小白对于钢铁产业这个地方不太熟悉，所以我们特别介绍一下钢铁产业。OK， 我们首先呢，先想知道全球目前钢铁产业的状况，知道了全球以后再知道国内。好，那我们看一下全球目前钢铁产业的现况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哈，在2021年来讲的话，中国的钢铁产业已经占到全球的1半以上，为全球的第一。虽然2021年它的产量跟2020年比较起来，虽然还是呈现衰退，但是它还是第一哦。那包括后面的所谓的第2到第4的排名，其实跟中国之间差距非常大，所以中国等于说钢铁产业它是占全球一个蛮高的比重。那之前我们有上过那个总体经济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就是说中国今年的计划经济 GDP 是要到 5.5% 嘛，但是到了上半年的时候它还不及格，所以在下半年这个地方呢，它一定要靠拉动一些地方政府要拉动一些产业，才能够让它的 GDP 达到它的计划经济 5.5%。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话，在钢铁产业这个地方，它相对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有相对的机会。那上半年它为什么不好呢？因为除了需求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说在全球所谓的减碳要求碳中和的压力之下，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它也有压抑钢铁业的成长。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钢铁业的长期方面，就是说中国它在全世界的压力之下要碳中和，所以它有整个有减碳的压力，那它这样子就会影响钢铁业的产出，让整个国内就是说比较不具效益的钢厂会关闭，然后整个中国大陆钢铁会更守秩序，然后所以过去呢有一些小厂低价竞争抢市场的这个行为会慢慢的减少，所以说那个钢品的销售利润，我们预估就是说到了第4季这个地方就可以慢慢的平稳，所以未来来讲的话钢铁产业的那个利润，也就是说毛利率这个地方呢，渴望做一个提升的动作。好，我们刚刚看完了长期，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短期的现象哦，中短期的现象，刚刚已经讲过了嘛，我们在总体的时候有介绍过，计划经济 5.5% 不达到多难看，上半年已经不行了，所以到了下半年这个地方一定要加把力。那中国大陆我们目前看到的有汽车下乡，那我们预估呢，中国大陆各地呢，目前每个月还有就是地方债券在发行的金额在往上冲的过程之中呢，就会有一些经费。那在这个经费出来的话，就会刺激相关的产业。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在钢铁产业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介绍完以后，持续再往下做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钢铁产业它的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粗钢的那个
产量哈。那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成长的话都维持一定的比例之上，但是今年呢，受到就是说中国钢市有在压抑。那我们以单月的生产量来看到2021年的7月的时候，它的钢铁产量比较起来已经呈现了那个负增长的现象。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产量就是有次序的在做一个减少的动作。OK， 所以我们就把它有次序的来讲，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它有那个就是在减碳的过程中，然后它有去分析，就是说有70% 的时候，因为来自于煤的关系，然后这其中呢家电用品的就是一般家户用电是第一个，可是我们要减少碳中和，没有办法去减少家的用量，所以我们就只能从工业这个地方下手。那在工业用的部分来讲的话，那钢铁业又是占大宗，你看我们那个钢铁业占整个中国的这个地方15.6%，所以钢铁业会被压抑，会被选中碳中和第一个相对要压抑的产业，就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了哈，就是说就像我前面讲的，因为上半年的经济 GDP 表现不好，那很多上半年的工程因为疫情的因素影响，所以很多基础工程它变成说被迫往后延嘛。那下半年我要达到 5.5% 全年 GDP 的计划经济的话，我要在基础建设下功夫是最容易的。那同时中国政府这个地方呢，他也不愿意有房地产的炒作行为，所以就只能从基础建设这个地方下手。那基础建设的需求一旦出来的话，那钢铁业的需求一出来的话，价格这个地方就渴望就是说首先做一个止稳的动作。好，所以呢，那整体来分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刚刚讲了长期，也讲了中期。那在短期方面呢，就是说今年以来就受到了俄乌战争导致于全球通膨加温。那大陆呢，为了控制通膨，所以它有意在压原物料，然后同时在封城的因素之下，很多基础建设工程都被迫延后，然后同时联准会它要就是抗通膨要升息，所以使整个钢市的需求都转弱。那因为一转弱的话呢，从下游一直到上游，所以上游呢，连巴西的淡水河谷都已经调降了2022年它铁矿砂的产量，所以我们在钢铁业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变成说上中下游为了挽救这个产业，这个地方全体的产量从钢厂到它的上游厂铁矿砂这个地方都做一个减量的动作，再加上大陆为了碳中和的原因，所以大型的钢厂也是以减量为最主要的共识。所以大家去看看哦，所以说在供给的部分来讲的话，从上中下游都控制住，那需求的部分只要下半年的疫情回温或者说景气往上的话，那整个钢铁业的情况就可望从谷底做一个翻扬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们讲的是全球的状况，那全球我们又讲到中国大陆，因为占一半，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中国大陆。那目前台湾的钢铁产业是什么样的现况呢？好，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一个钢铁产业的流程图。那在上游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台湾呢是一个海岛，所以它在做炼钢的过程之中呢，它需要一些石灰石，石灰石台湾这边不缺，不过包括了所谓的铁矿，还有所谓的焦煤这个地方呢，我们都需要进口，进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船运过来。那大家也知道说，在2021年的时候，下半年的时候，整个那个运价往上涨，这也是推升钢价往上涨的一个原因哈。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需要进口过来呢，那它有2种生产钢品的方式，一种是用高炉的方式生产哈，那一种是用电炉方式生产。那我如果用电炉方式生产的话，它的原料就比较简单，是废钢。废钢这个地方呢，国内很多就不需要进口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国内的钢铁产业呢，会受到国际原物料影响的部分是在就是一贯厂平板钢这个部分会受影响。那条钢的部分当然也是会受影响，但是它的原物料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控制住的。那我们再来讲到我们刚刚常讲的，就是大家都要减碳。如果我用电炉每列1吨钢的话，我的碳排放量只需要 0.4 到 0.8 吨。可是我如果用高炉炼钢的话，是 1.7 到 1.8万。1.7 到 1.8 吨，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压抑钢厂的时候，它会先要求那个一贯厂，就是高炉这个地方做一个
减产的因应。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高炉呢，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石灰石、铁矿还有炼焦煤这些东西丢到了高炉里面，因为它的温度很高，首先它会先炼成所谓的铁水，然后接下来会变成钢液，然后钢液流出来呢，就像我们在做蛋糕一样，我们给它不同的模型，就会做出不同的蛋糕。那所以说这边也是钢液，它倒出来的时候，它如果倒到扁钢胚的模型里面，就会出现扁钢胚；那如果倒到大钢胚里面，就会出现大钢胚。好，然后大钢胚这个地方，所以说在中钢这个地方，它是同时可以生产平板，也可以生产条钢这个地方，可是中钢还是主要产品是以平板钢系列为主。那国内的条钢就是以龙头、丰兴这边为主，那他们是用电炉方式炼钢，就是同时也可以炼大钢胚跟小钢胚出来。好，那我们大概知道流程以后，然后我们看平板钢这附近的生产厂商，就包括了中钢、中宏，还有那个其他的下游厂商。那在那个电炉方面，主要厂商就是丰兴跟东钢。好，因为我们今天是初级班，所以我们先了解中上游就好了，下游的部分再说。接下去讲完了这么多，我们来看台湾钢铁业的技术面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基本面，看看技术面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技术面哈，就是说在2000年之前，也就是说1990到2000年这时候呢，台湾的传统产业不止钢铁业哈，那整个都是呈现一个萎缩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因为在那时候1985年广场协定之后，那美国就强迫了所谓的日本跟台湾这些国家就是做一个升值的动作。那国内的那个传统产业发展到一定的瓶颈，所以在那10年之间是呈现一个衰退的现象。那时候取而代之是电子产业起来。那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加入 WTO， 所以呢，国内的那个传统产业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找到一个新开的市场。所以在2000年开始的时候，包括钢铁业，还有非常多的传统产业这个地方呢，受到大陆加入 WTO 成为世界工厂，那需要这些原物料的过程之中，它的股价有一番强势的表现。然后接下去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受到了次贷风暴，然后影响，那时候因为也有次贷风暴之后，美国虽然实施QE， 然后解决美国的问题，可是有一些新兴的国家，还有包括像欧洲5国或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它的经济还是需要就是一些提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在钢铁产业一高这个地方是呈现一个漂亮的向上 N 型，可是在二高的部分它是呈现一个失败 N， 就是钢铁产业的部分哈。那接下去在这一次的钢价往上涨的过程之中呢，它有很漂亮的上涨的一个 N 型。所以我们学过 N 型理论，从技术面看起来的话 OK， 这边是一个大 N， 对不对？然后回档守了1/2，虽然它是正常 N， 然后接下去呢，它又要再去做一个 N 型的扩大。所以钢铁产业会怎么走？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过前面技术分析的话，大概已经可以规划4高的行情怎么走。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麻烦您去看我们技术的分析的 N 型理论就会知道了。那我想现在投资人一定会很急迫的问我说Judy 老师，那既然你刚刚已经跟我们讲说钢铁业有机会了，然后在整个技术面看起来它是从3高走到3低，那到底3低什么时候结束呢？很简单，麻烦你用我教你的方法，把日线图翻出来，然后一个一个数到4低的时候，就是相对转折点的时候了。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对钢铁产业的基本介绍。那我们介绍完了钢铁产业的基本面，也介绍完了钢铁产业的技术面。那接下去下一集的那个中级班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是介绍了中上游的部分，那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中下游的部分。那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准时收看呢。OK， 那今天节目已经走到了尾声，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同时开启你的小铃铛哦。下星期再见，拜拜。